探寻历史烟云，解读人文传奇。今天咱们说的这个武举可不是武林大会，也不是武侠小说里考核掌门的那种擂台，而是真刀真枪的朝廷大场面。但问题来了，为什么在唐朝武则天当政的时候，女皇偏偏要整出这么一场比武考官的新花样呢？咱们一点点的往下说。首先啊，我们先说说当时的大环境。唐朝初年的时候，官场其实就像一座高高的围墙，墙里面呢住的都是关陇门阀。这批人就是老牌贵族，祖上有功，世世代代都在朝廷当官当将军，这就叫上品无寒门，下品无士族。翻译过来就是出身要是不好，你连考试资格都没有。其实文举早就有了，但那时候的科举说到底还得是拼地，寒门子弟就算考得好，也不过是跑跑龙套。那至于武将就更别提了，文官吧，你总还有点念想，还可以考；武官那就基本是靠内举了，自家人推自家人，你有几把刷子，没人保举照样没用。可问题是，唐朝大了，事儿也就多了，北有突厥，西有吐蕃，南边还有点小麻烦。每次一打仗，朝廷就发现选来选去怎么还是那几张老脸，关键时刻这帮世家子弟能不能打？未必。而此时此刻谁最着急？不是旁人，正是武则天。武则天当皇帝是千古唯一，不过女皇登基后也是压力山大。我们知道武则天上台靠的是铁腕和机变，但她也清楚地知道，你要镇得住天下，光靠嘴还不够，得有真本事的能人，尤其是武将撑腰。可当时朝廷里面门阀势力可谓是盘根错节，谁都不是他的自己人。那怎么办？换血。怎么换呢？考试。你们不是讲规矩吗？行，那我就重新定规矩。于是武则天干脆在长安2年公元702年重返长安大明宫期间发明了武举。只要你能骑善射，能举重，能冲能打，不管你爹是谁，你都有机会。唐会要记载，每年准进士立送。啥意思？以后选武官跟文官一样考试制，拼的就是硬实力。咱们说句实话，这招厉害在哪儿？厉害在破局，破掉门阀的局。所以武举一开，底层百姓、民间豪汉、边地壮士都看到了希望。你不服，你家没有门路，可以练，练好了去考，考好了能做将军，能领兵直接跟那些世家子弟拼一把。所以后来史书都说，武则天设武举是打破上品无寒门的死格局，为千千万万底层人打开了通道。说的再直白点，这不是单纯的考试，是女皇跟门阀的明争暗斗，是一次翻天覆地的社会洗牌。当然，今天我们回头看，武则天那一代人的智慧在于她明白权力来自哪里。她不只是要做一个女皇，她要做所有阶层的靠山。文举、武举一起上，这就是她对权力、对社会、对历史的双保险。有朋友就要问了，大唐这么大，门阀子弟里面打仗用的人难道不多吗？非得另开个武举？你别说，这还真是个急需解决的大难题。我们先得说说当时的唐朝军队怎么来的。开国初年，唐太宗用的是府兵制，也就是兵农合一。这些人农忙种地，要打仗了就是兵，每家每户轮流出壮劳力，国家省钱，士兵回家还不误春耕，挺好。可这套制度好景不长，等到高宗武则天时期，漏洞就越来越大。首先呢，人口流动大，赋税重了，土地兼并严重，很多老百姓他其实不愿意当兵，更不愿意耽误家里的庄稼，人都往富庶地方跑了。于是呢，
府兵制就渐渐凋零了。其次呢，大唐的边疆局势复杂，北方的突厥，西面的吐蕃，东边还有契丹，隔三差五就来找茬。尤其是吐蕃，连年骚扰，几次差点打到长安门口。每逢战事，朝廷也是临时征兵，临阵磨枪，敢死队不少，但能撑得住局面的将军太少了，这就麻烦了。以前朝廷还能靠世家大族的武将，但随着承平日久，很多老将他不肯出山，新人又没人培养，怎么办？临时抓壮丁，练兵时间短，带队也没人，打仗还没开场就先输了士气。而且说实话，老一套的选拔方法根本就不灵了。你让世家子弟当兵，他嫌苦；让寒门子弟上战场，又没晋升通道，谁还愿意为国家卖命？正好赶上武则天掌权，女皇也是急在心头。她明白，纸上谈兵不行，必须得真刀真枪选将才。而这时，募兵制其实也在悄悄冒头了。什么叫募兵呢？就是发工资招专业兵，和今天说的职业军人差不多。但招人容易，招好人难，你总不能让菜鸟临阵换帅吧？所以武则天这一步武举，本质上是要给募兵制打基础。怎么打？先练后考，让有本事有经验的练家子都来比武，谁行谁上。然后再加一层朝廷把关，不但要身手好，还得考品行看忠诚，一举两得，能人收了，顺带把心也收了。有意思的是，武举一社百姓参与热情陡增，各地练武之风兴起，许多平时只会务农的壮汉也学着拉弓射箭、骑马耍枪。别看平时是庄稼汉，考上了就能带盔披甲，摇身一变成将军。对老百姓来说，这可是难得的翻身机会。所以武则天搞武举，说穿了就是为了解决将从哪里来的世纪难题。她用一道考试打通了从民间到军队，从草根到将领的通道，既补了兵员的缺口，又保证了军队质量，还顺便提振了整个大唐的尚武风气。说了制度和兵源，下面咱们再来聊点更家长里短的东西，那就是权力。大家都知道，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。不过你别以为她坐上龙椅就万事大吉，实际上武则天一上位，她的日子比谁都提心吊胆。为什么？因为整个天下几乎没有一个真正自己人。唐朝的门阀世家看她是外姓，是女人，心里都不服。前脚高宗驾崩，后脚宗室徐敬业、李珍这些老牌贵族就开始闹事儿，打着匡复李唐的旗号举兵反叛。大半个朝廷明里暗里看热闹，有的人甚至袖手旁观。这可不是电视里演的宫斗，这是实打实的夺命大事。不过武则天可不是傻子，她在血雨腥风里明白了一个道理：江山得有人替她冲锋陷阵，还得是绝对信得过的人。可眼下的文武官员大多是前朝遗老，或者跟门阀攀亲带故，临阵换将，他不能只靠这些墙头草。怎么办？他得自己造血。武举制就是他的造血工程。怎么造？首先考试流程全新设计。武举考过的人不光要比武艺，还要面圣，由皇帝本人亲自面试，当面刷脸。你是谁？出身哪里？忠不忠心？女皇都心里有数。能入他法眼的不仅身手过硬，还得讲政治站队。可以说，武举既是选拔人才，更是一次忠诚筛查。而且武则天还抬高了武举出身的官员地位，让底层草根觉得投靠女皇有出路，愿意为新政权卖命。过去门阀那套老关系、老门路没有市场了，现在靠的是能力、忠心和机遇。他甚至放话，不惜爵位以拢四方豪杰，只要你愿意效忠、敢打敢拼，
赏赐、官职、荣誉，统统不吝啬。哪怕你以前没出身，只要真本事，我照样给你舞台。这套打法很快就开始见效，武举出身的人才开始涌现，忠心耿耿的自己人慢慢壮大。像郭子仪这样的名将，就是武举制度培养出来的典型。后来安史之乱，正是这些新生代的将才帮着稳住了大唐的半壁江山。说到这里，咱们再来聊聊武举带来的社会变化。有些朋友可能以为搞个武举无非就是多一个考试，其实背后影响远比咱们想的深远得多。先说以前，大唐江湖练武的大多是底层百姓。什么叫草莽？就是社会最底层的苦力、庄稼汉、手艺人、赶路的镖师、贩夫走卒。这些人有本事、有力气、有胆子，可就是没有什么呢？没有门路。那些人平时靠着拳脚过活，真遇到乱世，不少人只能落草为寇。武则天搞武举，最大变化是什么？给了这些草莽一个合法上升的通道。过去你想做官，想翻身，你得会写文章吧，你得会吟诗作赋吧，你得会什么什么，反正就是古代其实教育成本的门槛那是高的离谱的。不过现在你多了一种选择了，现在你只要肯练，能拉得开硬弓，射得准箭，举得起重，照样有机会做官。当时的诏令写得很明白，那就是不问出身，只论技艺。从乡村到城镇，哪怕你没读过书，没背景，只要你有真本事，都能来试试。那这个对于底层的百姓来说，这就是一种新的希望。你努力练武，考中武举，就能当官，做将军，甚至成为家族的荣耀。这一政策的效果立竿见影。史书上记载，武举设立后，各地掀起了一股尚武之风，民间校场、武馆兴起，家家户户都有孩子想当武举人。一些地方甚至专门培养孩子练武技，骑马射箭。练武之人不再是社会边角料，反倒成了家长眼里的优等生。能武能考的人，不光走上仕途，还能带动整个家族的社会地位上升。更重要的是，这种风气抑制了民间的武装冲突。过去练武的，要么做保镖，要么流入江湖。现在官方把你收编进体制，给你正经编制和地位，不但解决了社会不安定，还让武人归心朝廷。武举考试也很讲究公平，胡明腾卷，分级考核，不让作弊，有机会。你会不会？能不能？一考见分晓。比的不只是功夫，还有胆识、谋略、品行。那么后来许多大唐的名将就是从武举脱颖而出，他们的故事正好说明了底层逆袭的可能。最后，社会风气的转变还体现在老百姓对军人这个群体的尊重。以前文官地位高，武官靠边站，武举之后能打仗，懂武艺也成了荣耀。大唐的重文轻武局面被女皇这一刀悄悄切开了口子。所以武则天搞武举，其实是在用一纸诏书改变大唐社会的风向。草莽出头，人人可欺。历史上的这场考试，让无数原本毫无机会的人第一次看到了人生另一种可能。接下来就来讲讲这场古代大考的游戏规则，它是不是真如女皇所愿办出了效果。首先，武举不是乱来的，它有严格的制度和标准。根据《唐会要》和相关史料，武则天亲自下令，天下诸州一教武艺，每年召进士力送考。什么意思？全国所有州县都要开班教武功，每年都要送考生到长安来比试。标准可不低，内容也非常实在。具体考什么呢？最早的武举考7项：长舵百步射箭、骑马射箭、马上使枪、徒步射箭、撬关，也就是翻越障碍、举重，当然还有身材、言谈举止等仪表要求。真的是体能、技能、形象一起抓。当然除了这些，
还要测试战场应变能力和胆识。都说文无第一，武无第二，你想混进来，没那2把刷子那还真不行。因为武则天还亲自加试口试，有的要问兵法，有的还要临时出题。有本事的脱颖而出，不会的哪怕家世再好也没戏。这套考试流程呢，则有3层把关。第1轮在地方考基础，第2轮送到兵部统一评比，第3轮皇帝亲自见，最后决定录取名单。每一步都狐名腾卷，杜绝走关系靠背景。史书说公正无私，百姓信服。那武举开了，效果如何呢？那确实是立竿见影，能人很快冒头。着名的郭子仪、李光弼、马遂等一大批后来的大将，早年都是武举出身。当然，武举也不是万能钥匙。随着时间推移，一些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。比如部分地方充务轻文，有的考生专研技艺却忽视谋略，导致后期有勇而无谋的将领。但总体来说，武举为大唐选拔了一大批能征善战的人才，为国家稳定和军事改革打下了坚实基础。到武则天晚年，这套武举制度已经根深蒂固。后来的历代王朝，宋、元、明、清，都借鉴了这一模式，只是内容不断升级。武举成为中国古代选将的重要传统，影响了上千年。回头来看，武则天创立武举，不仅仅是为自己江山稳固出招，更是推动了社会阶层流动，带动了尚武之风，造福了无数有本事没门路的普通人。一场考试成就了无数人的命运，也改变了整个时代的格局。